嗨，欢迎回到那个币圈小姐姐 That Crypto Sees 的频道，不要忘记订阅、分享，还有敲下小铃铛。我们这一期会有超好的福利，一定要看到最后。那前阵子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部副部长提议将 NFT 和加密货币活动合法化，以促进年轻一代对加密货币行业的参与。那在我们等到那一天来临的同时呢，其实大马证券委员会 SC 已经有几个他们已经承认合法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在马来西亚，那就是这4间交易所。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干妈干爹 Tokenize。那其实如果你是对加密货币有一些怀疑，或者是不是太敢玩的话，你其实可以看一下这集。那如果你们用我推荐码来注册这个账户的话，你们就会有免费的25块直接进去你的户口里面，所以记得用我的推荐码。那我这边所说的都不是投资建议，千万不要听我的来做出任何投资。那所有的投资都是你自己做选择，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个研究才好自己去投资哦。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去download 这个 Tokenize Exchange， download 了过后你就 register now， 它有 user 你就可以选 individual 或者 corporate， 因为现在是有一些公司也会把加密货币当成一种投资，然后再填一下你的 email password， 那记得一定要用我的推荐码 PCS888， 你完成认证过后，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25块啊，也不用放钱进去，然后你就可以买你想要买的币。填完了后就 create account， 你可以打开你的 email， 然后验证你的户口，然后 continue， 然后已经验证了你的这个 email， 接下来你就要输入一些自己的个人资料。这个福利只是给大马的公民，还有居住在大马的外籍人士。那你就再 sign in 多一次哦，这边就是验证你的身份，你就要填写你的性别、职业、国籍、国家、地址，那这些东西都要跟你等下会给的 IC 要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做过 KYC 的话，其实可以 skip 掉这个 part， 去下个 part 我会讲你怎样在这个平台操作。你所填的这些资料一定是要跟你的身份证是一模一样的，不然的话这个验证就通过不了。然后你也要写你的资金来源，点 next。那接下来还就是要你 scan 你的身份证，然后还有一个自拍照。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就不需要身份证，就 passport 就可以了。然后点 choose document， 做好了后就 submit verification， 那需要一点时间让他们看一下你的这个资料咯。接下来他需要一个资料来证明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有你的名跟你的地址的东西，就是你的 bank statement、网络单，或者是你的手机的单，或者是电费、水费、gas 费那些，只要有你的名和地址都可以了，你就随便闪明一个你觉得方便的。那上传好后呢，就直接按 next 就好了。然后这边的话你就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它就会 send 你一个 OTP， 把 OTP 的号码打进去就对了，你的验证就完成。不过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大概是在7天内它就会完成。那我们现在来到 Tokenize 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界面都是非常简单的。这边只有4个币种，为什么就只有4个呢？因为这4个都是 SC 承认的，它不像其他像 Binance、FTX 这些，它很多币种，因为你要政府承认的嘛，所以政府承认的就只有这4种。不过政府过后可能会承认更加多的币种，所以过后可能会有更多的 coin 咯。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 Tokenize 非常适合小白还有老手呢？因为觉得老手可能会觉得这种 app 根本就不好用嘛，可是其实还有一个用处的，是很好用的。那这4种币我就大概来讲一下。那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网站 CoinGecko 也是大马制造，对，我们来 support local， 这是按照那个市占率来排的。那不用讲，大家一定听过 Bitcoin 跟以太币，为什么你们都听过这2个呢？因为这2个就是老大跟老二。你们看一下它的市占率，就是 Bitcoin 就是782 billion， 以太币就是367 billion， 我们看一下 XRP 就是34 billion， Litecoin 7 billion， 这4种币算是老币来。那一般来说对于小白来讲呢，都是无脑买比特币还有以太币啊，因为这2个币就是最稳的。比特币呢就不用讲，你们都听过吗？比特币就是加密货币中的黄金，就是黄金的话你看它就是每年都会在上升哦，它很少下来，它下来它还是会上去哦，这样子。而且 Bitcoin 就是加密货币市场的老大，不管任何币种呢，今天都是在看这个 Bitcoin 的涨跌。如果 Bitcoin 涨的话就是市场就是牛市，其他币种也会跟着涨。可是如果是 Bitcoin 现在跌个10% 呢，
整个市场都会被影响到，所以那些小币就更不用讲。所以最稳定的嘞就是买 Bitcoin 跟 Ethereum 啦。Bitcoin 的话嘞，总共会有21 million 的 Bitcoin 在市场上，不过现在已经到19 million 了，剩下2个 million 可以挖罢了。现在你是会觉得越来越少嘞，挖完了就没有了。在市场上流通的比特币嘞，就只会有21 million 而已。那你自己就看后来会涨还是跌咯。那以太币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币哦。那以太坊呢，它就是可以让开发人员建立他们自己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其实你一定听过 DeFi 或者 NFT， 都是近几年来非常火的一些赛道，大多数都是建立在以太坊上面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DeFi 里面，从2020年在以太坊的 DeFi 协议就高达大概 95%， 到后来一些公链开始出来了过后，它的占比是有比较低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以太坊上面的。118 billion 的钱是锁在以太坊上面的。看到其他前几名的公链加起来也没有以太坊上面锁着的钱还多。那接下来 NFT 那是更不用讲咯。你看我们从2020年开始都是以 OpenSea 为主， OpenSea 上面主要都是以 Ethereum 为主。以量来讲的话呢，以太坊还是超级高的， 90% 的量都是在以太坊上面的。那接下来 XRP 呢， XRP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中心化的一个币来的，它通常是用于金融交易的支付。接下来就是 Litecoin 莱特币，其实它是一个比特币的分叉。那莱特币是比比特币还要快，手续费也是比较低，可是不代表它是比比特币好。 OK， 所以你们每次要投资的时候自己要看一下自己比较选哪一个，还是哪一个后来会比较好。那最重要的是就是千万不要 FOMO， 因为你 FOMO 的话，你常常就会买在高点。那到底 Tokenize 有什么好嘞？除了它是被监管，我们很常在报道上面看那些人，他们因为投资比特币然后就被骗钱之类的东西。比特币其实不是一个邪恶的东西，邪恶的就是那些死 scammer， 要骂就骂 scammer。比特币是无罪的，监管的话嘞，可以保护到国家还有它的人民哦，投资者哦。那用这 Tokenize 有一个好处嘞，就是你可以绑定你的银行户口哦。你绑定银行，它就不会像其他中心化交易所，像 Binance、FTX 这些交易所这样子，每次一定要转换成 USD 你才可以开始交易。 Tokenize 的话嘞，你直接用马币，就是用你银行的钱 transfer 到你 Tokenize 的钱包里面，你再用马币买你想要买的这些加密货币。然后 Tokenize 很强的一点呢，就是它还有一个 Sharia compliant， 就是我们的马来朋友呢，他看到如果有这个 Sharia compliant 呢，他们就不会想说加密货币是不是 haram 的东西，他们不可以玩，所以他有这个 Sharia compliant 就很好了，大家都可以用，就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 haram 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强一点呢，在2021年的时候，可能啊已经是他 19% 的股东。可能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应该是都有看过或者用过的。他们就是一个投资银行，然后他们旗下是有投资理财的这种服务或者商品，像是 Merchant Trade 还有 Rakuten Trade。那你在 Tokenize 这个 app 里面呢，每次如果入金用银行或者是出金去到你的银行的话，都不会扣任何的手续费。它的手续费呢，只是在这个交易费上面，你每一次如果有交易的话，它就会有一个 0.1% 每个，还有一个 0.8% 的 take fee， 然后再加一个 service tax 6%。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例子怎样算这些 percentage， 你们自己可以算算看。那对于一些老手来说，为什么 Tokenize 这个平台会好用呢？是因为在其他中心化交易所，你想要把你的加密货币换成马币的话，你就需要去他们的 P2P 平台来去卖掉你的这些加密货币来换取马币。但在 Tokenize 的话，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以太或者是其他的加密货币从中心化交易所转到来你这个 Tokenize Wallet， 然后这个 Tokenize Wallet 再转去你的银行，因为银行户口已经在 Tokenize 里面绑定了，你在那边卖的时候它可以直接 transfer 去你的银行里面。那怎样连接你的银行户口嘞？然后你就去到这个 account， 然后这边 bank accounts， 然后这边就可以开始选你要的银行还有银行账户号码，然后再上传一个你的 bank statement。那上传好后嘞，它会自动绑定你的银行户口跟 Tokenize Malaysia， 这是方便入金出金咯。等下你在这边你只要选 bank transfer， 等下你绑定好了后，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出金或者入金，选 fiat， 然后你 withdraw， 它可以直接去你的
银行，如果你想要拿出来的话。那如果你要入金或者出金的话呢，你就来到 Wallet， 然后你这边可以选 Deposit， 你这边可以选出金，就是它会直接去你的银行，或者是如果你要入金的话呢，你就点 Fiat 马币。这有2个选择给你选哦，一个是 FPX， 它是马上的 Bank Transfer 的话最多会到2天，所以最好你还是选 Instant 哦，第一个。然后就选你要入金多少，再点 Deposit， 然后你就来到这个页面，你可以在这样多银行里面选一个你自己要的银行哦。那然后接下来就像是你平时在 online shopping 这样哦，你就是要 log in 那些，然后 process payment。 你在 portfolio 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一下你入金了多少马币，还有你买了什么这些加密货币，它就会跟你讲赚了多少，亏了多少。不过如果你是放长期的，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是不用管的啦。然后我的这边呢，就是让你把在其他地方的加密货币移到来 tokenize 这个 wallet， 或者是从 tokenize 这个 wallet 再转去别的地方。如果你点 deposit 的话，就是你要把你的加密货币，这边是以太，从别的钱包移来这个钱包，然后你就要放一定是 ERC20 啦，如果你选其他的 network 的话就会 send 不到。然后你在这边就按 copy address， 它就会 copy 你在 tokenize 的 address， 然后你现在去你的中心化交易平台，然后你在这边再 paste 那个地址，然后这边也是选一样 ERC20， 然后再选你要把多少钱转到你的这个 tokenize 的户口上面。那不管你转几多，它出金在其他平台上都算是低了，就是 0.002 以太就可以转出去啊。如果你这边是要转出 0.01 的以太，然后你在 tokenize 里面会拿到的就是 0.008， 因为这边那个手续费会扣了一下。那现在很多人玩 NFT 嘛，但如果你在tokenize 买了一得嘞，我建议你是不要从这个平台转出去啦，因为如果你在这边转出去的话，手续费是有一点高的。因为你看你现在转0.1以太的话嘞，它出金也是要另外一个0.1以太，跟之前交易所0.002差蛮多的。这边的话，我就建议你放在这边这个 wallet 里面就好了，当做定存，不建议从这里转去你的 MetaMask。如果你是想要在这边 trade 的话嘞，这边也是有很多那些基本的你要做 technical analysis 的东西都在这边会有，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order book 咯，这青色是人家想买入比特币的价钱，红色是人家想要卖比特币的价钱哦。那在这边的话，如果你想买的话，我通常都会挂 limit 啦，我不会选 market， 因为 limit 的话你可以选你在什么价位你要买入，你可以比较清楚的设定。那 market 的话呢，它就会跟着市场的价钱，通常都会比你设的价钱还要高哦，所以我通常都是不会选 market 的，选 limit 就好。在 tokenize 呢，最低比特币你需要购买的就是0.001，现在的价格就是大概179块马币。如果今天比特币涨了一点，可能190千马币，你想卖掉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挂卖单，同样也是可以设你想要卖的价钱，可能你要在比特币到300千马币的时候卖，你也是可以设一个300千，一到了那价钱呢，他们就会帮你卖掉。如果是跌的话呢，跌过这个价钱呢，你最好你还是不要卖掉啦，你就先 hold 着啦，因为无论如何比特币都会再起来的。我们对比特币都是有信心的 OK， 我们都是相信比特币的人，所以跌的时候就再买就对了，不是投资建议。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有2个单都是挂着了，就证明你没有卖到也没有买到啦，还是整那个价钱到你想要的位置。你其实也是可以点进去取消这个买单或者卖单，然后你最好是准备一个 Excel sheet 咯，记录每一个你买的这个价位还有日期之类的，所以比较容易让你管好你自己的 portfolio。那你要买卖的时候也比较容易。那我以上所说的不是投资建议，不过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用我的推荐码 TCS888 来申请你的 tokenize account， 然后祝你发，谢谢，我下次见，拜。